从今天起，咱们家立个新规矩，你们的工资一分不少，全交到我手上，少一个子儿就别登这个门。我那份退休金我也带头交，谁也别想说我偏心。一家人钱攥在一处才聚得起财，往后吃喝用度我统一安排。我这样做都是为了咱这一家子好。但是顾伟、王丽刚添了辆车，手头紧，他俩的就先免了。妍妍，你当大嫂的，挣得多就多担待点。他们一家3口在这个家白住了整整3年，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水电煤气1分钱没出过。如今倒好。 婆婆一句开销大，就要把钱统一管起来，真是可笑。小妍，妈问你话呢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怎么就这点事儿还要想半天？都是一家人，你不会还揣着2条心吧？行，钱怎么管我没意见。妈说的对，一家人是该有个管总的。不过我那张卡得下月发了工资再给您，这月还有信用卡要还。哎呀，不差这几天，还是咱小妍懂事儿。老婆，今天多亏你了，妈一高兴，这家算是太平了。行了，都早点歇着，明儿起这钱啊。 妈替你们管得明明白白，我有点累，先回房了。他们一家人眼里是藏不住的高兴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场戏才刚刚开场。李总，下月起我工资卡每月只打2100底薪，剩下的全转现金，您替我存着。只打2100，剩下的全压着。对，这件事请你帮我保密，谁也别让知道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财务那边去交代。回来了，工资卡呢？拿来，密码报一下，别跟妈耍心眼儿，这家往后我说了算。 乐乐的生日，哼，算你识相。妈，乐乐学校组织秋游，得交300块。我没钱，你自己掏钱交。再说了，不就是去公园里跑一圈，要什么300块？真当我这个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乐乐的秋游必须去，300块1分不能少。这个家的钱我说了算，你想造反？钱您管，没错，但乐乐是我儿子，他的事儿。 我做主，你给我站住！反了你了！这个手镯是我妈花1万多给我买的，跟了我8年，我平时都舍不得戴，挂出去，够乐乐的秋游费。这笔账连本带利我都给他记着。妈，你快看，嫂子在二手网站上卖东西了，一个手镯卖了8000块，她私底下藏着钱呢。8000，好啊，姜妍，背着我藏私房钱，姜妍。 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背着我藏私房钱！妈，您先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，有话好好说。小妍不是那种人，肯定是误会。小妍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妈在气头上，你先认个错，服个软啊！王丽亲眼看见你在网上卖了首饰8000块，这钱你交公账了吗？没错，那手镯是我卖的。你承认了，顾城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儿。您先别急着定罪。 我问您，乐乐秋游那300块您给了吗？你个秋游而已，去不去的？别的孩子都去，我儿子凭什么不能去？这8000是我拿自己的手镯换来的，不像某些人，上礼拜从公账支走1500，说给小宝宝早交班，转头买了个刚上市的新手机，全家谁不知道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妈，这事儿真不怪小妍，是您没给秋游费。再说那手镯是他婚前的东西，卖不卖本就该他说了算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不就300块吗？明天我给，以后孩子上学的事儿。 都走公账。妈，出大事了！我以为在外头喝酒和人家动了手。那人说不赔3万块医药费就不算完。3万块，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？别怕，有妈在，天塌不下来。不就3万块吗？咱家出得起。你大嫂工资高，卡里攒了好几个月，垫这点儿肯定够。余额不足，2万、1万都不行。 妈，是不是机器坏了？2300，就这么点儿？好啊，一定是姜妍动的手脚，把钱倒腾得干干净净，当我是傻子耍。姜妍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卡里的钱呢？4个月几万块，怎么就剩2000？是不是你把钱悄悄转走了？钱呢？您不是这家的财政总管吗？钱花哪儿去了？您心里没数？王丽的新手机1500，小宝的进口奶粉800，您给小宝打的金锁3000，王丽的名牌包2000，一笔一笔比清楚。你把钱全填进了顾伟一家。 钱不够了，倒想起来问我了。那些也是家里的开销。开销？我儿子想去秋游300，您一个子儿不出，连我房间坏个灯泡，您都说等打折再买。这就是您口口声声的家里开销。从我把卡交给您那天起，我就跟公司打了招呼，这张卡每月只进2100件底薪，剩下的全折现金给我。所以您4个月查到统共8400，您花掉6000多，卡里剩2300，账清清楚楚。你好狠的心啊！妈，这不是我心狠，是您太贪。您想管我的钱，可以。 但您不能一边花着我的钱，一边苛待我的儿子。
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妈，钱呢？3万块凑齐了没有？江岩，我不管你把钱藏哪儿去了，今天这3万块你必须给我拿出来。大嫂，咱可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真要是出了事儿，顾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传出去，对乐乐以后也有影响。影响？你跟人喝酒闹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乐乐的影响？你拿着这个家的钱潇洒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这家的人？现在闯了祸，倒想起一家人了。顾伟，你也配跟我谈影响？好你个江岩！你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。您这么大年纪，犯得着为这事气坏身子吗？有什么话，咱坐下来慢慢说啊。你给我滚开！我今天非要他把这3万块拿出来不可。3万块，我1分钱都不会出。顾伟是成年人，自己惹的事儿自己去摆平，谁闯的祸谁负责，天经地义。江岩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没钱，我要是有钱还用得着求你们吗？那简单，把车卖了。你们上个月刚提的那辆新车，卖掉别说3万，5万都够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那车是我好不容易才让维维买的，凭什么卖？就是凭什么？车是我们的，谁也别想动。就凭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你们没权利让别人替你们的错买单。顾城，妈求你了，他可是你唯一的亲弟弟，你忍心看他出事吗？小妍，算我借你的行不行？以后我加倍还你。顾城，你不用借，这个钱我可以出。真的？小妍，还是你明事理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很简单，这个家我们不住了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分家。你说什么？分家，我们一家3口搬出去，各过各的，从此互不相欠。只要您点头，我现在就转。小妍，别说了，分家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一家人有什么坐下来不能好好商量的，非得走到这一步？顾城，你睁眼看看，这个家现在还有何可言吗？我辛苦赚的钱被他们当流水花掉，你弟弟惹了祸不想着自己担，反过来逼我们拿钱消灾，这就是你要的家？分家搬出去？你做梦！我看你们是翅膀硬了，敢跟我提条件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房本上写的到底是谁的名字？户主，怎么只有妈一个人的名字？说好的写我们俩呢？当年买这房，首付1大半是我跟顾城掏空积蓄付的，手续是爸去办的，回来说贷款的缘故，先写您一个人名字，往后再把我俩加上。这么多年房贷我们1分没落的还，骨亏是替别人做嫁衣。妈，您说的对，这房本上确实是您的名字，可您好像忘了一件事，当年我们给您转首付那天，我请爸亲手签了一份文件，而且我们当时那段话，我好像顺手录了音。你说什么？文件？录音？你少在这虚张声势！就是，我爸都去世这么多年了，你上哪儿找他签字去？我看你就是被逼急了，胡说八道。小妍，这份出资证明你收好，这房首付你们出了30万，我们老两口出10万。房本因为贷款先写了你妈一个人名字，可你放心，等贷款还清，爸头一个把你们俩加上，这房子往后主要还是你们的。不可能，老头子他怎么会背着我录这种东西？这录音做不得数吧？伟哥，这下怎么办？顾城啊，小妍是个好媳妇，通情达理，以后你要好好待她，别让她受了委屈。对不起，这些年是我没护住她，没护住这个家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从那时候起你就在算计我们家。妈，到底是谁在算计谁？这份录音本该永远烂在我手机里，是你们今天非要拿那份文件把我们扫地出门，是你们亲手把这个家逼到今天。现在我再说一遍，第一条，分家，我们拿回该得的30万首付，加这些年还的20万贷款本金，一共50万。你们打张欠条，我们立刻搬走。要么咱们就找个讲理的地方，走正规程序，把这房子到底归谁断个清楚。我有这份录音，有那份出资证明，到时候你们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。这2条路，您自己挑。江岩，你把手机给我！妈，你够了！这个家都被他毁了，你还护着他？碎了，都碎了。这是要散啊！小妍，我们走。这个家我守了10几年，护了10几年，
到头来我护错了人，守了个空。够了！顾城，你站住！你敢迈出这膀门，就永远不要回来！想让我放你们走？行，把手机里那些东西当我的面全删干净，再给我认个错，服个软，不然这事儿没完完。证据，我一个字都不会删，这个头我更不会低。好你个姜岩，铁石心肠，把手机给我，把那些东西删了。您接着闹，您今天这副样子，我一针不落全给您录下来。您逼我删证据，要挟我服软的每一句，都在这儿了。您这么大岁数，这段传出去，丢的是您自己的脸，连您最疼的小儿子都得跟着您一块抬不起头。你这个顾城，这是我们另一个家的钥匙和我们真正的积蓄，现在轮到你选了。走，回我们自己的家。压在心口整整10年的那块石头，终于落了地。以后我再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这句话我欠了你太多年。走吧，回家，回我们自己的家。往后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。这玩意儿怎么比上班还难？老婆，你过来搭把手。顾大孝子，连个书架都装不明白。以前那些年是我糊涂，往后这个家大事小事我跟你一块扛。这才像个家。喂，哪位？是顾城吧？我是你妈那边的老邻居。你妈今早下楼散步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摔得不轻，救护车刚拉去医院了。我妈摔了？怎么了？我妈一个人下楼摔了。我知道了，这就过去。你别愣着，拿上东西，先去医院。这3个月你躲得到清静？妈一个人下楼摔成这样，你这个当大哥的良心呢？够了，妈还在里头抢救，你不想着照顾，光顾着甩锅推责，你天天跟她住一块儿，又上哪儿去了？病人下楼梯时不小心摔倒，万幸台阶不高，缓冲了一下，没有生命危险。那就好。那他，但腰椎和双腿都严重骨折，手术尽力了，往后很大概率要长期卧床了。人已经转去监护室了，24小时后才能探视。你们先去把住院和手术费交一下，大概15万。哥，你媳妇儿工资高，这钱就应该你来出。就是啊，大哥，15万对你们大房算什么？嫂子一个月就挣那么多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您这张卡余额不足。不足？怎么会？搞半天，原来是个空壳子，亏他刚才装的多硬气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你媳妇儿工资高吗？连15万都拿不出，你是不是藏着钱不想救妈？这张卡里的钱是我们留给自己和孩子的，不是来给你们收拾烂摊子的。你妈的医药费，你们当儿子儿媳的也该出一份力。我们俩工资加起来还不够还车贷。顾城，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是你妈，你弟弟，这个决定得你自己来做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替你拿主意，也不会再无条件替这个家兜底。小妍，这笔钱我必须出。李总，我家里急用严，您之前替我存的工资先预支15万给我，很急。行，没问题，卡号发我，我让财务马上转。15万我交了，你当儿子该尽的责任我替你尽了。从现在起，咱俩和他们两不相欠。小妍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有些账今天该结清了。刘玉梅的后半生从今天起交给你们2个儿子，吃喝拉撒护理康复一起担。至于你们2个，1分钱没出，那就出力，不是最孝顺吗？现在该你们表现了。凭什么？妈又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妈，你们也得管。对，所以我们出了钱，15万够不够请个护工，你们自己算，剩下的就看你们的孝心了。小妍，让你等久了，让你这些年我护错了人，把你和孩子的委屈当成了理所当然。今天我看清楚了，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，这辈子再不松手。你给我站住！今天你敢迈出这道门，咱们就走着瞧！站住！顾城从医院回来就没说过一句话，我知道他正在和过去30年的自己告别，早点休息。有些坎必须他自己迈过去。那一夜我睡得很安稳，而他一夜未眠。
小妍，对不起，过去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太懦弱，总以为退让能换来太平，结果只是纵容了他们。昨晚我想了一整夜，我欠你和孩子的，这辈子都得一点点还。先吃饭吧，饭要凉了。小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放弃我，也没放弃这个家。我发誓，往后我一定当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用余生把欠你们的一点点补回来。誓言我听过太多，这一次我看你怎么做。等过阵子手头宽裕了，咱换个带阳台的房子。你不是一直想要个能晒太阳的地方吗？好啊，慢慢来，日子是咱们自己的。那时我以为苦日子真的到头了，可我们都低估了顾伟，他那句身败名裂，从来不是说说而已。喂，王经理。顾城，公司收到一封针对你的匿名举报邮件，情况比较严重，你需要处理一下。举报我？明早9点到会议室向领导解释清楚。小妍，有人把这种信发遍了我整个公司，现在全公司都看着我。是顾伟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同事会怎么在背后议论我？领导会用什么眼神看我？身败名裂，他真做到了。阿妍，要不我辞职吧，咱们换个城市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从头再来。顾城，你看着我，你觉得逃能解决问题吗？换个城市，顾伟就找不到我们了。只要这事儿一天不了结，他们就像甩不掉的影子，你跑到哪儿跟到哪儿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怎么解释清官难断家务事？我说的每一句在他们眼里都只是狡辩，谁会信我？我相信你，而且我们不是只有一张嘴，我们有证据。你爸那段录音、出资证明的照片，还有那张15万的缴费单，这些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。记住，明天你不是去解释，更不是去辩解，你是去澄清谣言。好，我去澄清。那一夜我没合眼，爸的录音、出资证明，还有那张缴费单，我把他们一条条剪好排齐，我要让他们连成一条线，谁是真正被欺负的人，谁是那个贪得无厌的，一目了然。别怕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证据都在这儿。记住，你不是去认错，是去把清白讨回来。这一回我不躲了，等我回来，往后护着这个家的人换我了。两位经理，一封匿名邮件给大家添了不少困扰。今天我不是来辩解的，我只想把事实原原本本的摆在你们面前。那你说吧，我们听着。这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录音和那份出资证明。这是前几天我们替母亲垫付的15万住院费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小顾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公司信你的人品，这事到此为止，往后谁也不许再提。你先回去歇几天，把家里的事料理好，调整好了再来上班。小妍，成了，领导信了，这事儿澄清了。我就说证据在手，不必怕。这是我头一回自己把场子撑住了。喂，顾城，你快回来，出大事了！你弟顾伟把咱家房子偷偷卖了，拿着钱跑了。小妍，我们要回去吗？回去做什么？回去替你弟弟还他卷走的债。顾城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回去到底图什么？顾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快回来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。王丽，那是你的丈夫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们当初一家人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没忘了自己是一家人吧？现在出了事，就该你们一起担，跟我跟江岩已经没关系了。小妍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？你觉得呢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做了早就该做的事。往后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了。是啊，总算能踏踏实实过了。今天这桌你拿手菜，闻着就香。以后啊，咱家天天都能踏踏实实吃顿安生饭。是啊，这种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。一个陌生来电。江岩是吧？王丽到处跟人说是你们俩伙同顾伟把家里房子卖了，闹着要你们给说法。他血口喷人，房子明明是顾伟卖的，这下我们百口莫辩了。谁说百口莫辩？
我们手里有证据，桩桩件件都在这儿。你爸的录音，那份出资证明，转账记录。走，把话当面说清楚。该心虚的从来不是我们。那些录音和记录一摆出来，王丽编的瞎话当场就散了架。他哭着承认，顾伟在外头欠了一身债，卖房卷钱是他盘算好的退路。兜兜转转，顾伟挥霍剩下的20来万，到底被追了回来。一场闹了10几年的乱局，就这么收了场。折腾这么一大圈，最后就剩这20来万。够了，一身烂账，一屋子的人，今天总算彻底清干净了。从这20万开始，咱们重新过。虽然不大，可这一回是真正属于咱们自己的家了。这房子的主人写的是我们俩的名字，一个字都不会再错。我们用那笔钱付了这套小房的首付，从此再没有谁能拿这个家来要挟我们。江岩，恭喜你，公司决定把你升职为财务总监，好好干。日子总算熬出头了，你值得的，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这回的家够大，够亮，也够咱们好好过了。以前觉得有个安稳的家是最难的事，以后不难了，有我呢。你可说了啊，这句话我记住了。快3点了，该去接乐乐放学了。我去吧，你歇会儿。一起去，我想看看他今天在学校又画了什么。行，那走。咱儿子的话，咱回回都得第一个欣赏。谢谢你，小妍。要是没有你，我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是你让我学会了怎么去爱，也学会了怎么真正的好好生活。傻话，日子还长着呢，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学。那些痛苦的、压抑的、不堪的过往，就像窗外飞退的风景，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从今往后，向前的路上只有阳光。你们俩慢点跑，别摔着。没事儿，乐乐现在可比我跑得快。1年后，我们换了这套带院子的房子，阳光能照进每一个角落。曾经那个连灯泡坏了都舍不得换的家，早已经远在天边。都看镜头，笑一个。茄子，开门围住了这一刻。这张照片里没有算计，没有冷脸，没有一个人是装出来的笑，这才是我拼了命想给他们的生活。我曾经以为忍一忍，退一步，就能换来一个家。后来我才懂，真正的家不是忍出来的，是自己挣来的，护出来的。我提起笔，在这一页郑重地写下了新的标题：向阳而生。你看，天亮了。往后的每一天都是新的。熬过了最长的黑夜，我们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天亮。